这是一期罗汉斋的保姆级教程，每逢初一、十五，我们家里都会吃上这么一道斋菜的。今天阿房就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又清淡又营养的素菜罗汉斋。吃一顿素等于放生一次，吃一天素等于百天福。好了，接下来就跟着我的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罗汉斋的详细做法吧。八宝罗汉斋是一道非常出名的斋菜，今天阿房就手把手的教会你。罗汉斋不但好吃，而且里面添加了各种的斋菜，营养也是非常的全面的。首先准备我们的食材有新鲜的荷兰豆，荷兰豆要挑选嫩一点的。紧接着就是这种一条一条的腐竹，这种也叫做枝竹，然后再添加几个花菇或者是香菇，不管是新鲜的或者是干的都是可以的。还有就是少许白色的海鲜菇，还有最后的两款是黑色的木耳，还有白色的木耳。白色的木耳也叫做白玉木耳。当然这八宝也并不是说一定要固定的这几款，没有的话用其他代替也是可以的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先把食材进行处理一下。我们先把腐竹用温开水先给它浸泡起来，还有这个粉丝我们直接的用冷水进行浸泡就可以了。这两款木耳也是同样的用冷水给它浸泡起来，进行提前的泡发。将需要泡发的食材浸泡起来后，下一步我们再将其他的食材处理一下。我们将白玉菇清洗干净以后，将其改刀切成小段，然后紧接着我们将花菇清洗干净以后，接着再将它的腿给它去掉不要。我们在挑选的时候要挑选这种比较小一点而且个厚一点的，这样的花菇比较厚实肥美，而且一口一个特别的好。像这种比较小的花菇不需要把它切开，我们直接的给它打上花刀就可以了，这样子更加好看又漂亮。如果稍微比较大一点的花菇，我们给它对半切开1/2就可以了，大概4平中这样子。我们将花菇全部都改刀切好以后，接着先给它装起来备用。好了，下一步我们再准备胡萝卜1根，胡萝卜也不需要太多的，1小根就可以了。我们先把它削去外皮，削皮过后我们再将它改刀切成长段，之后再改刀切成薄片。胡萝卜片切好以后，先把它装起来。下一步我们将荷兰豆先处理一下，用手将荷兰豆掐头去尾，把它的筋撕下来去掉不要。这个边边的筋是需要给它去掉的，不然炒出来吃起来就没有那么好吃了。掐头去尾以后，我们再将荷兰豆修切一下，把荷兰豆全部的处理好后，接着先将其装起来备用。下一步我们再准备1小块的老姜，把它改刀切成小姜片。从中医的角度来说，各种的菌菇它是比较寒性的，所以在烹饪的过程中添加少许的姜片，可以中和它的寒性。这个时候的腐竹已经是浸泡好了，我们将其控水捞出，再改刀切成小段。改刀切好后，先把腐竹装起来。下一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泡发好的木耳，这些木耳它是需要摘洗一下的。我们用手将木耳的根部摘下来去掉不要，这些根部它会比较硬一点，而且还会残留一些木屑的。把木耳摘去根部以后，我们再将其下手清洗一下，将其清洗干净。我们在清洗的过程中需要给它反复的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清洗到水变得清澈为止，这样清洗出来木耳就特别干净的了。这个龙口粉丝也已经是泡发好了，我们需要给它修剪一下，用剪刀把它修剪短一点点。处理好后先放开一旁备用。好了，下一步我们开始正式的烹饪。首先起锅烧水，往里面添加适量的食盐，还有少许的食用油，增加底味。等到水烧开以后，我们再将各种的菌菇放进锅里面进行焯水一下。开大火进行焯水2到3分钟左右。经过焯水以后，可以去除蘑菇自带的一些异味，让蘑菇吃起来的口感更加的好吃。在焯水的过程中，我们需要用锅铲进行搅动一下，让里面的各种菌菇可以均匀的受热成熟。
我们将其焯水2到3分钟以后，接着用漏勺给它控干水分，捞出来，先装在盘子里面备用。下一步再重新起锅，下少许的姜片进行炝锅，开小火慢慢的翻炒一小会，将其爆出香味。把姜片炒香以后，紧接着再把焯水过后的菌菇放进来，还有腐竹和胡萝卜片也放进来，然后再立刻调为大火，将其快速的翻炒，将其翻炒均匀，将所有的食材翻炒出锅气，炒出香味。我们先将它翻炒出锅气以后，那么出锅以后就会更加的香的了。我们将所有的食材炒香以后，紧接着再往里面添加适量的开水，然后下一步我们开始进行调味，往里面添加适量的食盐，还有一丢丢的松茸鲜，再添加上少许的白糖，还有一丢丢的胡椒粉，再往里面再添加上少许的素蚝油，还有少许的生抽和一点点的老抽，增加颜色。调味以后，我们再将它翻炒一下，将其翻炒均匀。在这里，我们需要给它煨煮一小会，让里面所有食材的味道充分的融合在一起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拍摄视频不易，如果阿鹏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那么就麻烦您对着屏幕帮阿鹏点个赞呗。您的每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在这里感谢您了，感谢您。我们将其简单的煨煮1分多钟以后，接着再把荷兰豆放进来，再将它翻炒一下，将其翻炒均匀，把荷兰豆翻炒至成熟。大概1分钟以后，我们再将最后的粉丝放进来。我们利用锅中的汤汁将粉丝煨煮一下，将粉丝煨煮至成熟。这个龙口粉丝在经过浸泡以后，那么它是非常的容易成熟的，所以煨煮的时间不需要太久的。大概1分钟，我们的粉丝就可以完全的熟透的了。最后我们将其翻炒均匀，就可以出锅了。就这样子，一道简单又好吃的八宝罗汉斋就这样子制作完成了。最后将它出锅装盘，就可以美美的开吃了。按照我这方法做出来的罗汉斋，简直比荤菜还要更加好吃。如果这道菜您也喜欢的，那么可以收藏起来，改天给家里人也试做一下。好了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并转发。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